我重生回到1983年分家那天，前世的记忆告诉我，这场看似公平的分家背后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。大嫂的眼泪，二嫂的算计，婆婆的偏心，都将在这个黄昏达到顶点。这一次，我不再忍让，我要用他们的方式拿回属于我的一切。可当真相一层层揭开，我才发现这场分家风波里没有赢家。我睁开眼的时候，灶台里的柴火正烧得噼啪作响，锅里炖着的那只老母鸡翻着白沫，热气把厨房的木梁熏得发黑。我低头看了看自己，补丁摞补丁的蓝布衫，袖口磨出了毛边，手指上还有早上剁猪草时割出的口子。我愣住了，这是1983年的秋天，是我嫁给赵家老二赵建国第3年的秋天，更是前世那个让我万劫不复的分家前夜。前世的记忆像潮水一样涌回来。我记得明天下午，大哥赵建设会带着大嫂周桂花来找婆婆，说要分家。婆婆当着全家人的面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，说家里穷，只能给个家分点粮食和几亩薄田。大嫂当场晕倒，二嫂拍桌子骂街，而我前世的我居然傻乎乎地站出来说我没意见。那句话之后，我的人生就走到了尽头。分家后不到半年，大嫂卷走了家里仅存的现钱跑了，二嫂霸占了所有值钱的家当，婆婆把债务全推给我们家。赵建国开始酗酒，喝醉了就打我。我在那个破屋里熬了30年，最后死在腊月23的晚上，身边连个端水的人都没有。灶台里的火苗跳了一下，我的眼眶湿了。老天爷给了我重活一次的机会，这一次我绝不会再当那个任人宰割的傻子。老二媳妇，鸡炖好了没有？婆婆王桂兰的声音从堂屋传来，带着那种居高临下的颐指气使。我用围裙擦了擦手，端着锅往外走。路过水缸的时候，我看见水面上倒映出自己的脸，25岁的脸，眼睛里有光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推开了堂屋的门。堂屋里烟雾缭绕，公公赵德厚坐在正中间的椅子上，吧嗒吧嗒抽着旱烟。婆婆王桂兰坐在他旁边，手里攥着一块灰蓝色的手帕，时不时往眼角按一下。可我仔细看了，那上面根本没有泪痕。大哥赵建设蹲在门槛上，低着头不说话。大嫂周桂花靠在墙边的柜子上，一只手捂着肚子，脸上的表情像是在忍受巨大的痛苦。二嫂刘爱娣站在八仙桌旁边，眼圈红红的，嘴唇抿成一条线，时不时往我和赵建国这边瞥一眼。我的丈夫赵建国坐在我对面，正低着头剥花生，仿佛这一切跟他没有任何关系。人都到齐了。公公把烟袋锅在鞋底上磕了磕，声音沙哑的像破风箱。今天把你们叫来，是有件事要说。婆婆接过话头，声音忽然哽咽起来。建设他爸，还是我来说吧。她用手帕捂着嘴，深吸了一口气。咱家的情况你们也都知道，你爹身体不好，干不了重活了。我寻思着，趁得我们还活着，把这个家分了吧。大嫂周桂花的身子晃了晃，声音虚弱的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。娘，分家我没意见，可我这肚子里的孩子眼看就要生了，总得给我留条活路吧。婆婆把那张纸抖了抖，声音里带着哭腔。你们以为我不想让你们过好日子？你爹去年看病欠下的债，到现在还没还清呢。二嫂刘爱娣凑过去看了一眼，脸色刷得变了。1200块，爹看个病要花这么多钱。公公赵德厚的烟袋杆在桌上重重一颗。怎么？你是不信我这把老骨头真病了？二嫂缩了缩脖子，但眼珠子转得飞快，明显在打着什么算盘。大嫂靠在墙上，手捂着肚子，声音气若游丝。娘，这债打算怎么还？我坐在角落里，静静看着这一切。前世这个时候，我也是这样沉默着，以为不说话就能躲过去。可后来我才知道，那张所谓的看病借据是假的。公公确实看过病，但只花了不到200块，剩下的钱全被婆婆偷偷给了大哥赵建设，说是要给他跑运输用。我想过了，婆婆抹了把眼泪，分家的时候把债也分下去，每家承担400块，剩下的我和你爹慢慢还。赵建国手里的花生掉在地上，他终于抬起头，脸上的表情像吞了只苍蝇。娘，400块，我1年到头在地里淘食，也挣不了这么多啊。婆婆的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。老二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是想让你爹娘背着债进棺材？大嫂被抬进了里屋，村里的接生婆刘婶被火急火燎的喊来，堂屋里乱成一锅粥。二嫂跟着进去帮忙，出来的时候脸色煞白，说大嫂这是动了胎气，怕是要早产。公公蹲在院子里，烟抽得更凶了。大哥赵建设在走廊上走来走去，拳头攥得咯咯响。婆婆坐在堂屋的椅子上，手里的手帕已经凝成了麻花。赵建国拉了我一把，压低声音问：你说这事儿怎么办？
我看着他那张老实巴交的脸，心里五味杂陈。前世我跟了他30年，挨了30年的打，到最后连口热水都喝不上。可此刻他的眼睛里确实有几分真实的慌张。先看看大嫂那边什么情况再说，我淡淡道。他没再说什么，又蹲回角落里剥花生去了。过了大约1个时辰，刘婶从里屋出来，脸上带着笑，生了。是个小子，母子平安。大哥赵建设长长的舒了口气，婆婆也跟着笑了一下，但那笑容在她脸上只停留了不到2秒就消失了。她拉着刘婶的手，硬塞了几个鸡蛋过去，嘴里说着感谢的话，眼睛却一直在瞟大哥。我心里冷笑，前世我到现在都不知道，大嫂这一胎根本不是意外，是婆婆让她故意装的，为的就是在分家这个节骨眼上把水搅浑。老两家的。婆婆转过身来，脸上的表这借据我也觉得不对劲，娘，您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呗。婆婆攥着手帕的手微微发抖，她看了大哥一眼，又看了看公公，最后把目光落在我身上，那眼神像淬了毒的刀子。老二媳妇，你嫁进赵家2年多，我待你不薄吧？你现在是要跟我翻旧账？我垂下眼，声音放得很低，娘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可我心里清楚，我就是那个意思。前世这张借据就是分家的导火索，也是压垮我的第一块石头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1200块里有800块是大哥赵建设借去跑运输的本钱，最后赔了个精光，债却落在了我们头上。行了，公公猛地站起身，把烟袋杆往桌上一拍，想看就看，我赵德后行的正坐得直，不怕人看。婆婆的脸色刷得白了，大嫂的声音从里屋传出来，虚弱但急迫。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那扇半掩的木门。二嫂刘爱娣第一个反应过来，一个箭步冲了进去。我站在原地没动，手里还捏着那张借据，纸张很新，折痕都是刚压出来的，不像放了大半年的东西。我仔细看了看上面的字迹，毛笔字写的歪歪扭扭，落款处的王有才3个字，笔画看起来特别生硬。王有才是隔壁村的，专门放贷。我记得他的字，前世分家后我还跟他打过交道。他的王字最后一横会往上挑，可这张借据上的王字写得规规矩矩，像是别人描的。婆婆伸手想把借据抢回去，我往后退了一步，假装没站稳，借据从手里滑落，正好飘到二嫂的丈夫赵家老三赵建设的面前。三叔捡起来看了一眼，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。娘，这借据上的王有才，我咋记得他不识字呢？三叔的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进婆婆心里。婆婆的脸涨得通红，嘴唇哆嗦了半天，挤出几个字：他找人写的。大哥赵建设这时候也走过来，从三叔手里拿过借据，翻来覆去看了几遍，忽然抬头看向婆婆：娘，这借据是假的吧？我注意到他说这话的时候，语气里没有质问，倒像是在帮婆婆打圆场。他的意思是承认借据是假的，但事情就这么算了。可这一次我不会让他算了。大哥，我开口了，声音不大，但堂屋里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。如果借据是假的，那爹去年看病到底花了多少钱？剩下的钱去哪了？赵建国的声音压得很低，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。你少说2句。我看着他这张看了2辈子的脸，此刻让我觉得既熟悉又陌生。前世的这个时候，他也是这样，在我被所有人欺负的时候，选择让我闭嘴。建国，我平静地说，咱家欠了1200块的债，我不该问清楚。他愣了一下，嘴唇动了动，没说出话来。婆婆这时候忽然大哭起来，整个人瘫在椅子上，手拍着大腿，声音尖得能掀翻屋顶。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？养了这么一群白眼狼，你爹辛辛苦苦一辈子，到头来连看病的钱都要被儿媳妇怀疑。我不活了，我不活了！公公站起身，一脚踢翻了面前的板凳，脸色铁青地瞪着婆婆：你嚎什么嚎？把借据的事说清楚！大哥赵建设赶紧上去扶住公公，嘴里劝着：爹，您别动气，娘也是一片好心，怕你们担心才什么？二嫂刘爱娣从里屋出来了，怀里抱着刚出生的小侄子，脸上的表情像抓住了什么把柄。大哥，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堂屋里的气氛像绷紧的弦，一触即发。大嫂周桂花不知道什么时候也站到了里屋门口，脸色苍白，额头上有细密的汗珠，但她的眼神却异常清醒，死死盯着婆婆手里的手帕。我忽然意识到，大嫂也是知情的，甚至这场早产闹剧根本就是她和婆婆串通好的，为的就是打断分家的节奏，给大哥争取时间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大哥赵建设根本不是在跑运输，他是在镇上赌钱，欠了一屁股债。
前世这件事直到他跑了之后我们才知道，可那时候债已经分到了个家头上。进来的人是镇上的孙大彪，身后还跟着2个膀大腰圆的汉子。孙大彪是出了名的放贷人，专门给赌场的人放高利贷，手段狠辣，10里8乡没人敢惹。大哥赵建设往后退了2步，声音都变了调：孙哥，您怎么来了？孙大彪从怀里掏出一张纸，啪的拍在桌上：怎么来了？你欠的3000块拖了2个月了，连利息都没见着。赵建设，你当我的钱是大风刮来的？堂屋里炸开了锅，二嫂刘爱娣尖叫一声，差点把怀里的孩子扔出去。公公赵德厚愣在原地，手里的烟袋杆掉在地上。婆婆王桂兰瘫在椅子上，嘴张得能塞进一个鸡蛋，半天没合拢。大嫂周桂花扶着门框，身子摇摇欲坠，嘴唇哆嗦着说出几个字：3000块。我的目光扫过在场每一个人，大哥低着头，像只被掐住脖子的鸡。公公的脸色从震惊变成了灰白，婆婆的眼珠子转得飞快。我知道她又在打什么算盘。果然，她忽然扑通一声跪在孙大彪面前，鼻涕眼泪呼了一脸。孙哥，您行行好，建设他还年轻，不懂事，这钱我们全家帮他还，您再宽限几天，全家帮他还。二嫂刘爱娣的声音尖得像刀子：娘，这钱是大嫂借的，凭什么要我们帮他还？大嫂周桂花猛地抬头：刘爱娣，你血口喷人，这钱明明是建设自己赌输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2个女人在堂屋里对骂起来，声音越来越大，连里屋刚出生的孩子都被吓得哇哇大哭。公公蹲在墙角，抱着头不说话。赵建国站在我身边，手攥成了拳头，指节捏得发白。我看着他，心里忽然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滋味。什么地？公公的声音像从地底下传上来的，阴沉的吓人。大哥赵建设的腿在发抖，嘴唇哆嗦了半天，一个字也没说出来。孙大彪从怀里又掏出一张纸，展开放在桌上，上面赫然盖着村委会的章。你大儿子拿赵家的宅基地做抵押，借了我3000块，白纸黑字，红章黑印，赖不掉。孙大彪的手指在纸上敲了敲，按照约定，2个月不还钱，地归我。婆婆疯了似的扑上去，抓住孙大彪的胳膊：不可能，建设他不会这么做的，你骗人！孙大彪一把甩开他，眼神里满是不耐烦：婶子，这张是你们村主任亲自盖的，不信你去问。我孙大彪在镇上混了这么多年，从不干坑蒙拐骗的事。公公站起身，走到大哥面前，抬手就是一巴掌，那一声脆响，让堂屋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大哥捂着脸，嘴角渗出血来，眼眶里居然挤出几滴眼泪。爹，我也是没办法，我是想翻本的，谁知道翻本。公公的声音颤抖着：你拿老赵家的根去翻本。我看着这一切，心里没有半点同情。前世这块地被抵押的事，直到3年后才被人发现。那时候婆婆把责任全推给了二嫂，说是她撺掇大哥去赌的，逼着二嫂家卖了猪卖了粮，替大哥还了债。可二嫂家本来就不富裕，还完债后一贫如洗。二叔赵老三气得喝了农药，差点没救回来。而我们家也因为这件事被拖累。赵建国开始酗酒，打我，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在我身上。建国，我转头看向丈夫，他的脸色很难看，但还在努力保持镇定。你说句话。赵建国抬起头看了我一眼，又看了看瘫在地上的婆婆和捂着脸的大哥，嘴唇动了动。这地不能给。堂屋里再次安静下来。孙大彪的话像一盆冰水浇在所有人头上，连哭喊声都戛然而止。大嫂周桂花第一个反应过来，扑通一声跪在孙大彪面前：孙哥，建设他是糊涂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再宽限几天，我们一定想办法凑钱。凑钱！孙大彪嗤笑一声：3000块，你们赵家砸锅卖铁也凑不出来。二嫂刘爱娣的眼珠子转了转，忽然看向婆婆：娘，您不是说要分家吗？分完家各还各的债，大哥的债凭什么要我们扛？婆婆抬起头，脸上的泪痕还没干，眼神却变得狠厉起来。分家？分什么家？不分了，这个家谁也别想分。公公蹲在墙角，抱着头，发出一声沉闷的叹息。赵建国站在我身边，手一直在抖。我知道他在害怕，怕这件事会牵连到我们家，怕那3000块的债会落在他头上。前世的我也怕，可这一世我不想再怕了。孙哥，我开口了，声音不大，但很稳。这块地您收不走。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我，婆婆的眼里满是警惕，大哥的眼里闪过一丝希望，而赵建国，他的眼神里有惊讶，
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东西。孙大彪眯着眼看我，你是赵家老二的媳妇？我平静地说，这块地是赵家的祖宅，村里的老人都知道，赵家的宅基地有2个户头，一个是我公公的，一个是我婆婆的。大哥抵押的那份只有我婆婆的名字。婆婆的脸色刷得白了，婆婆猛地站起身，嘴唇哆嗦着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大哥赵建设的脸白得像纸，双腿一软，直接跪在了地上。孙大彪的脸色沉了下来，他把借据从我手里抽回去，仔细看了看签名栏，又抬头看向大哥赵建设，你跟我玩这套？孙哥，不是，我没有。大哥的声音都在发抖，我不管你有没有。孙大彪把借据撕成2半，摔在大哥脸上，这钱我不要了，但你欠我的，我慢慢跟你算。说完，他带着2个汉子转身就走，走到门口又停下来，回头看了我一眼。赵家老二媳妇有胆识，不过这事儿没完。院门被重重关上，堂屋里只剩下压抑的哭声和沉重的呼吸声。婆婆忽然扑向我，指甲差点划到我的脸。你这个扫把星，你为什么要说出来？你想害死建设吗？我往后一退，躲开了她的手，声音平静的可怕。娘，是大哥自己欠的债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只是不想让赵家的地被外人占了。二嫂刘爱娣这时候站到了我这边，尖着嗓子说，娘，弟妹说的对，大哥自己惹的祸，凭什么要我们跟着背锅？还有那张假借据的事，您是不是也该给我们一个交代？婆婆的脸一阵红一阵白，嘴唇哆嗦了半天，挤出一句话，什么假借据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娘，我看着她，语气不紧不慢，1200块的借据，网友才不识字，那借据是谁写的？爹看病到底花了多少钱？剩下的钱去了哪里？今天当着全家人的面，您是不是该说清楚？公公忽然站起身，一脚踢翻了面前的桌子，碗碟碎了一地。他指着婆婆，声音像打雷，你说，你给我说清楚。大嫂周桂花愣在原地，嘴唇哆嗦了半天，声音从嗓子眼里挤出来，娘，您怎么能，怎么不能？婆婆的声音越来越尖，你当初是怎么跟我说的？你说你娘家弟弟要娶媳妇，急用钱，让我帮你想办法，我这才让建设他爹假装病重，去王有才那里借了钱。后来你说借据不对数，又找人重新写了一张，这些事你敢说跟你没关系？二嫂刘爱娣的眼睛亮了，像是抓住了什么把柄，声音里满是幸灾乐祸。哟，大嫂，原来您娘家弟弟娶媳妇是拿我们赵家的钱去充面子啊？大嫂的脸涨得通红，眼泪刷得流下来。不是这样的，是娘说建设欠了赌债，让我帮他。够了！公公一声暴喝，所有人都噤了声。他喘着粗气，目光从婆婆身上扫到大嫂身上，又从大嫂身上扫到大哥身上，最后落在我的脸上。老二媳妇，她的声音忽然变得很疲惫。你说这事儿该怎么办？我看着公公那双浑浊的眼睛，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。前世我恨他，恨他偏心，恨他糊涂，恨他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选择了沉默。可此刻，我忽然觉得他也只是一个被妻子和儿子蒙在鼓里的可怜人。爹，我说，事情已经这样了，追究谁对谁错没意义。我的意思是，大哥欠的3000块，他自己还，娘手里的那1200，该是谁的就是谁的，把账算清楚，剩下的分家。分家！婆婆尖声叫起来，你还想着分家？我看着她，一字一句地说，娘，这个家不分也得分。婆婆的眼泪又下来了，这次看起来不像是装的。她拍着大腿，声音哭得嘶哑，老天爷啊，我这是养了一群什么东西啊！老大不争气，老二娶了媳妇忘了娘，老三是个锯了嘴的葫芦。三叔赵老三一直蹲在角落里没说话，这时候忽然抬起头，声音闷闷的，娘，您别哭了，这分家的事我也觉得该分。婆婆的哭声戛然而止，像被人掐住了脖子。她愣愣地看着三叔，嘴唇哆嗦了半天，一个字也没说出来。公公叹了口气，把烟袋杆重新点上，吧嗒吧嗒抽了几口，声音沙哑，分就分吧，不过这账得算清楚。我走到桌前，拿起那张被孙大彪撕成2半的借据，拼在一起看了看，又放下，转头看向婆婆，娘，那1200块的事，您今天必须说清楚。婆婆的眼神躲闪着，不敢看我。大嫂周桂花这时候忽然开口了，声音很轻，但每个字都像针一样扎进在场每个人的耳朵里。钱是娘给了我800块，说是给建设还赌债的，剩下的400块，她说留着给爹买药。大哥赵建设猛地抬头，眼睛里满是不可置信，娘，您不是说那800块是借给我跑运输的吗？婆婆的脸涨成了猪肝色，嘴唇哆嗦着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二嫂刘爱娣冷笑一声，哟，
这钱倒是跑得快，一会儿给大嫂，一会儿给大哥，一会儿又成了爹的医药费。娘，您这钱到底给了谁？公公把烟袋杆往桌上一拍，声音像炸雷，够了！从今天起，这个家分。堂屋里乱成一锅粥，二嫂刘爱娣尖叫着往后躲，三叔赶紧上去拉婆婆，大哥赵建设愣在原地，脸上的表情像见了鬼。公公的手停在半空中，烟袋杆掉在地上，摔成了2截，只有我和赵建国没动。我看着婆婆手里的那把剪刀，刃口已经生了锈，不知道在哪个角落放了多久。她的手在抖，剪刀尖抵在脖子上，皮肤凹下去一个小坑，但没破。我知道她不会真的刺下去，前世她也这样闹过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把剪刀是钝的，根本割不破皮。娘，我的声音很平静，平静的连我自己都有点意外。你要是真不想活了，那把剪刀得磨一磨，太钝了，割不动。婆婆愣住了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二嫂刘爱娣瞪大了眼睛看我，脸上的表情像见了鬼。大哥赵建设的嘴巴张了张，又合上了。赵建国转头看着我，眼神里满是复杂的神色。我知道他在想什么。他娶了2年的媳妇，怎么忽然像变了个人？婆婆的手慢慢放下来，剪刀掉在地上，发出一声闷响。她瘫坐在椅子上，捂着脸哭起来，哭声从嚎啕变成了抽泣，又从抽泣变成了呜咽。老二媳妇，公公的声音很疲惫，你说这家怎么分？我看着公公，又看了看瘫在椅子上的婆婆，最后把目光落在赵建国脸上。他低着头，手攥着衣角，指节捏得发白。爹，我说分家可以，但有几件事得先说清楚。第一，大哥欠的3000块，他自己还，跟家里其他人没关系。第二，娘手里那1200块，不管给了谁，这笔账不能算在全家头上。第三，家里的田地和房子按人头分，该是谁的就是谁的。二嫂刘爱娣第一个点头，弟妹说的对。大哥赵建设低着头不说话，大嫂周桂花靠在墙上，脸色苍白的像纸。婆婆捂着脸，肩膀一抽一抽的，不知道是在哭还是在算计。公公沉默了很久，最后说了一个字：行。婆婆的手慢慢放下来，脸上的表情从震惊变成了颓丧，又从颓丧变成了麻木。她看着赵建国，嘴唇动了动，发出一个几乎听不见的音节。老二。赵建国没有应他，站起身回到我身边，他的手在发抖，但我能感觉到那不是在害怕，而是在压抑着什么。公公叹了口气，把碎成2截的烟袋杆捡起来，在手里掂了掂，扔进了灶堂里。火苗舔上竹节，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。明天请村长来主持分家。公公的声音不大，但很坚定。今天的事到此为止。大哥赵建设猛地抬起头，眼睛里满是不甘。爹，那块地的事，你还有脸提地？公公的声音像刀子一样扎过去。你拿老赵家的根去赌，我没把你赶出这个门，已经是看在你是赵家血脉的份上。3000块的债你自己还，还不清就别回来。大嫂周桂花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被大哥拉住了。2个人的脸色都很难看，但谁也不敢再开口。二嫂刘爱娣抱着孩子站在一边，脸上的表情藏不住的得意。三叔蹲在角落里，闷声说了句：“那我先回去了。”说完就走了，连头都没回。堂屋里渐渐安静下来，只剩下灶堂里柴火的噼啪声和婆婆偶尔的抽泣。我转身往厨房走，赵建国跟在我后面，声音很低：“你今天怎么忽然变了？”我没回头，语气淡淡的：“没变，只是不想再忍了。”我停下脚步，转过身看着他，灶堂里的火光映在他脸上，明明灭灭，像极了我前世见过无数次的那张脸。喝了酒之后涨红的脸，打我之前狰狞的脸，还有我临死前他在门外蹲着抽烟一动不动的那张脸。建国，我说，如果我告诉你我做了个梦，梦见咱们以后的日子，你会信吗？他愣了一下，眉头皱起来。什么梦？梦见分家之后，大嫂跑了，大哥欠的债落在了咱们头上，你开始喝酒，喝醉了就打我。我在那个破屋里熬了30年，最后死在腊月23，身边连个端水的人都没有。他的脸色变了，嘴唇哆嗦着，想说什么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我看着他，眼眶有点热，但没有哭，前世的眼泪早就流干了。这一世，我不会再为任何人掉一滴眼泪。你不信，对吧？我转过身，继续往厨房走。我信。他的声音从后面传来，闷闷的，像是从胸腔里挤出来的。我的手顿了一下，没回头，继续往前走。厨房里冷锅冷灶，灶堂里的火不知道什么时候灭了。我蹲下来，重新生火，柴火受潮，冒出一股浓烟，呛得我直咳嗽。赵建国跟进来，蹲在我旁边，帮我把柴火架好，又用嘴吹了吹，火苗慢慢窜起来。你刚才说的那些，他的声音很低，我不会让他们发生的。我转头看着他，火
火光映在她脸上，我看见她眼角有一道很深的皱纹，钱是这个时候还没有的。我不知道那是怎么来的，也不想问。我和赵建国赶到堂屋的时候，大哥的房间已经空了，被子叠得整整齐齐，枕头底下压着一封信，信封上歪歪扭扭写着“爹娘亲启”4个字。公公拆开信，看了几行，脸色就白了。他把信递给婆婆，婆婆看了没2眼，就嚎啕大哭起来。二嫂刘爱娣凑过去瞄了一眼，声音尖的能划破玻璃。大哥把家里那辆自行车骑走了，还拿走了柜子里的30块钱。大嫂周桂花靠在门框上，脸色白得像纸，嘴唇哆嗦着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我走过去，从婆婆手里拿过信，快速扫了一遍，大意是说她欠了债，没脸在村里待下去，出去打工挣钱，等还清了债再回来。信的最后写了一句话：爹娘，我对不起你们，那块地的事我会想办法的，想办法。二嫂刘爱娣冷笑一声，她能想什么办法？怕是又拿去赌了吧？公公蹲在门槛上，抱着头，一声不吭。婆婆哭得喘不上气，三叔站在一边，脸上的表情说不清是同情还是厌烦。赵建国站在我身边，手攥成了拳头，指节捏得发白。我看了他一眼，他的嘴唇抿成一条线，眼睛里有愤怒，有失望，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东西。爹，我开口了，大哥走了，但他欠的债还在。孙大彪那个人，您比我清楚，他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公公抬起头，眼睛里满是血丝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我想了想，说分家的事，明天照常办。大哥的债跟他那一份家产挂钩，他要是永远不回来，他的那份就用来还债。二嫂刘爱娣的眼睛亮了，连连点头。弟妹说的对。婆婆猛地抬起头，声音尖利，不行，那是建设的东西，谁也不能动。我看着婆婆，一字一句地说：娘，那您替他还债。第二天一早，村长赵德贵来了，他是公公的本家兄弟，在村里当了20多年村长，说话办事还算公道。他坐在堂屋正中间，面前摆着一本发黄的账本和一把算盘。大哥，嫂子，赵德贵点了根烟，慢悠悠地说：分家的事你们商量好了。公公点了点头，婆婆坐在一边，眼睛红肿，脸色蜡黄，像一晚上没睡。二嫂刘爱娣抱着孩子站在三叔旁边，大嫂周桂花靠在里屋门口，脸色还是白得像纸。赵建国站在我身边，手插在裤兜里，低着头不说话。赵德贵把烟掐灭，翻开账本。那我先说说家里的底子，田地一共12亩，水田6亩，旱地6亩。房子正房3间，偏房2间，牲口棚1间，家畜1头牛2头猪8只鸡，粮食仓库里大概还有2000斤谷子。二嫂刘爱娣的眼睛亮了，声音里带着掩饰不住的兴奋。那这些怎么分？赵德贵看了公公一眼，公公点了点头，他才继续说：按人头分，老大、老二、老3个一份，爹娘留一份养老，水田每人1亩半，旱地每人1亩半，房子等等。我打断了赵德贵的话，村长，大哥的债是不是该先算清楚？堂屋里安静下来，赵德贵皱了皱眉，什么债？我把孙大彪的事简单说了一遍。赵德贵的脸色越来越沉，最后把烟头狠狠摁灭在桌沿上。赵建设这个混账东西，宅基地也敢拿去抵押。婆婆的嘴张了张，想说什么，被公公一眼瞪了回去。村长，我说大哥跑了，但他的债还在。我的意思是，分家的时候先把他那份扣出来，用来抵债，等他回来，剩下的再给他。二嫂刘爱娣连连点头，对，就该这么办。赵德贵看了看公公，公公沉默了很久，最后叹了口气，就按老二媳妇说的办。二嫂刘爱娣第一个反应过来，声音尖的能掀翻屋顶：娘，您哪来的3000块？婆婆的脸涨得通红，嘴唇哆嗦着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大嫂周桂花靠在门框上，脸色从白变成了青，眼睛死死盯着婆婆，像是在确认什么。公公站起身，走到婆婆面前，声音很低，但每个字都像锤子一样砸下来：你哪来的钱？婆婆往后退了一步，撞到了椅子，整个人摔坐在地上。她捂着脸，声音从指缝里露出来：是建设的。建设的什么？公公的声音越来越大。建设的赌债，还是你从哪弄来的？我站在一边，看着婆婆那副样子，心里忽然涌起一个念头：钱是我死之前隐约听村里人说过，婆婆手里一直藏着一笔钱，是赵家祖上传下来的，说是赵家老太爷当年留下的，一直没动过。后来大哥跑了，那笔钱也没了踪影。娘，我蹲下来看着婆婆的眼睛，那笔钱是不是老太爷留下的？婆婆的手僵在脸上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像见了鬼一样看着我。她的嘴唇哆嗦了半天，挤出一个几乎听不见的音节：你怎么知道？堂屋里炸开了锅，二嫂刘爱娣尖叫起来
三叔猛地站起身，大嫂周桂花靠着门框滑坐在地上，公公的脸色白得像纸。赵建国站在我身边，手攥成了拳头，声音很低：“娘，您藏了多少钱？”婆婆的眼泪滑得流下来，哭得像个孩子。500块是老太爷临终前留给我的，让我留着给建设娶媳妇用的。500块。二嫂刘爱娣的声音尖得像刀子：“娘，大哥欠的是3000块，您500块够干什么？”我看着婆婆，心里忽然觉得很累。500块藏了这么多年，舍不得拿出来给公公看病，舍不得拿出来还债，现在却要拿出来替大哥堵窟窿。堂屋里安静的落针可闻，公公的脸色铁青，婆婆的嘴唇哆嗦着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像是被人扒光了衣服站在大庭广众之下。二嫂刘爱娣的眼睛亮得像2盏灯，声音里满是掩饰不住的兴奋：“1500块，娘，您藏了1500块。”大嫂周桂花靠在门框上，脸色从青变成了白，又从白变成了灰。她看着婆婆的眼神，像是在看一个陌生人。赵建国的手攥成了拳头，指节捏得发白。我看了他一眼，他的嘴唇抿成一条线，眼睛里有愤怒，有失望，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心疼。爹，我的声音很平静，那1500块是老太爷留给赵家的，不是留给大哥一个人的，按规矩该分给3兄弟。公公点了点头，声音沙哑：“老二媳妇说的对。”婆婆猛地抬起头，声音尖利得像刀子：“不行，那是老太爷留给建设的，你们谁也不能动。”娘，我看着她的眼睛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老太爷当年留钱的时候，说的是给赵家的后辈，不是给建设一个人。您藏了这么多年，我们不计较，但这钱该拿出来分。”二嫂刘爱娣连连点头：“对，弟妹说的对。”三叔站在一边闷声说了句：“我也同意。”大嫂周桂花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被我用眼神制止了。她愣了一下，闭上嘴，没再说话。公公看着婆婆，声音很低，但每个字都像锤子一样砸下来：“把钱拿出来。”婆婆的眼泪滑得流下来，哭得撕心裂肺，但谁也没有上前安慰她。她爬起身，踉踉跄跄地走进里屋，从床底下的一个坛子里掏出一个布包，打开，里面是一叠皱巴巴的钞票，150张10块的，码得整整齐齐。孙大彪站在院子中间，脸上的表情像叼住了耗子的猫。他身后的2个人穿着深蓝色的制服，胸口的标志我认出来了，是镇上信用社的。赵建设呢？孙大彪的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进在场每个人的耳朵里。公公从堂屋走出来，声音沙哑：“跑了。”孙大彪冷笑一声：“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赵建设欠我的3000块，加上利息，一共3600块。今天要么还钱，要么拿弟弟。”二嫂刘爱娣尖叫起来：“3600，昨天还是3000，今天怎么就成了3600？”孙大彪身后的一个人开口了，声音公事公办，按照借贷协议，逾期2个月，利息按每天1分计算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。我看着那个人手里的协议，心里忽然明白了，大哥赵建设不是跑出去打工，是被孙大彪逼得不得不跑。这笔债从一开始就是个死局。婆婆从堂屋里冲出来，扑通一声跪在孙大彪面前，哭得鼻涕眼泪糊了一脸：“孙哥，您行行好，再宽限几天，建设他会回来的。”宽限？孙大彪一脚踢开他，眼神里满是厌恶：“我已经宽限了2个月了，今天要么还钱，要么拿地。”公公蹲在门槛上，抱着头，一声不吭。三叔站在一边，脸上的表情说不清是愤怒还是无奈。二嫂刘爱娣抱着孩子，躲到三叔身后，不敢说话。赵建国站在我身边，手攥成了拳头，指节捏得发白。我看了他一眼，他的嘴唇抿成一条线，眼睛里有愤怒，有无奈，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东西。孙哥，我开口了，声音不大，但很稳。钱我们今天还不上，弟您也拿不走，您要是愿意，我们可以商量一个还钱的法子。孙大彪眯着眼看我，什么法子？孙大彪接过钱，数了数，脸上的表情从惊讶变成了玩味。他把钱揣进兜里，看着我，声音里带着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：“赵家老二媳妇，我倒是小看你了。”我没接他的话，继续说：“孙哥，剩下2100块，我们分21个月还清，每个月100块。你要是同意，咱们立个字据。”孙大彪身后的2个人互相看了看，其中一个点了点头。孙大彪想了想，从兜里掏出一张纸，刷刷刷写了几行字，递给我，签字画押。我接过来看了看，条款写得清楚，没有陷阱。我拿起笔，刚要签字，赵建国忽然伸手按住了我的手腕。“我来。”他的声音很低，但很坚定。我看着他，
他脸上的表情是我前世从未见过的，有担当，有决绝，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温柔。他把笔从我手里抽走，在纸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，又从灶堂里捏了一撮灰，按了个手印。孙大彪把字据收好，转身就走，走到门口又停下来，回头看了我一眼。赵家老二媳妇，你男人娶了你，是他的福气。院门关上，堂屋里又安静下来。二嫂刘爱娣长长的舒了口气，声音里带着劫后余生的庆幸。还好还好，总算糊弄过去了。糊弄？我看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句地说，二嫂，这2100块是我们要还的，你们家是不是也该出点？二嫂的脸一下子白了，声音尖起来，凭什么？那是大哥欠的债，跟我们家有什么关系？关系大了。我的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进他耳朵里。大哥跑了，但他的那份家产还在，按规矩，他的债该用他的那份家产来还，可他的那份家产是整个赵家的，不是他一个人的。你们要是不想出钱，那就把他的那份田地分给我们家，我们自己还。二嫂的嘴张了张，又合上了，脸上的表情像吞了一只苍蝇。二嫂刘爱娣尖叫起来，声音尖得能划破玻璃，凭什么？大哥欠的债，凭什么要我们家还？三叔拉了拉他的袖子，被他一把甩开。他抱着孩子站在院子中间，脸上的表情像要吃人。大嫂周桂花靠在门框上，脸色白得像纸，嘴唇哆嗦着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我知道她在害怕，大哥跑了，她是大哥的媳妇，这债要是算起来，她也跑不掉。公公蹲在门槛上，抽着烟不说话。婆婆坐在椅子上，捂着脸，肩膀一抽一抽的，不知道是在哭还是在算计。赵建国站在我身边，手插在裤兜里，低着头不说话。我看得出他在犹豫，在挣扎，在权衡。爹，我开口了，3家平摊，我没意见，但有几件事得先说清楚。公公抬起头看我，眼睛里满是血丝。你说，第一，大哥欠的债，我们3家平摊，但大哥的那份家产也归3家平分。第二，大哥要是回来了，这笔债他得还给我们。第三，大嫂，我看向大嫂周桂花，她的脸色白得像纸，身子在发抖。大嫂，大哥跑了，但你是他媳妇，这笔债你认不认？大嫂的嘴唇哆嗦了半天，挤出一个几乎听不见的音节，我认。二嫂刘爱娣冷笑一声，你认？你拿什么认？你娘家那点家底，怕是连零头都不够。大嫂的眼泪刷地流下来，捂着脸，哭得撕心裂肺。我看着她的样子，心里忽然觉得很复杂。前世我恨她，恨她跟婆婆串通一气，恨她拿着赵家的钱贴补娘家，可此刻她也不过是个被丈夫抛弃的女人。二嫂，我的声音不大，但很冷。大嫂的事不用你操心，她认这笔债，剩下的是我们家的事。二嫂的嘴张了张，被三叔拉住了。三叔闷声说了句，就按爹说的办。大嫂周桂花的声音在发抖，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。娘，您说什么？婆婆擦了擦眼泪，声音平静的可怕。我说，你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之后归我养，你是建设的人，建设跑了，你没有能力养这个孩子，我们赵家的种不能流落到外面。二嫂刘爱娣站在一边，脸上的表情从愤怒变成了幸灾乐祸。她抱着孩子，声音里带着一丝阴阳怪气。大嫂，娘说的对，你一个人怎么养孩子，交给娘你也轻松。大嫂的脸色白得像纸，嘴唇哆嗦着，眼泪刷刷的流。她看向公公，公公蹲在门槛上，抽着烟不说话。她又看向三叔，三叔低着头，像锯了嘴的葫芦。最后他的目光落在我脸上，眼睛里满是绝望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心里忽然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滋味。前世这个时候，我也曾这样绝望过，也曾这样看着周围的人，希望能有一个人站出来帮我。可那时候没有人站出来。娘，我开口了，声音不大，但很稳。大嫂肚子里的孩子是大哥的，也是大嫂的。大哥跑了，但大嫂还在，这个孩子该由大嫂自己养。婆婆的脸色沉下来，老二媳妇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大嫂是孩子的亲娘，她没有犯法，没有做对不起赵家的事，凭什么不让她养自己的孩子？二嫂刘爱娣冷笑一声，弟妹，你倒是好心，可大嫂拿什么养？她娘家那点家底，连自己都养不活。我看着二嫂，一字一句地说，二嫂，大嫂怎么养孩子是她的事，我们管不着，也没资格管。堂屋里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看着我，像是第一次认识我。赵建国站在我身边，手从裤兜里抽出来，攥成了拳头，指节捏得发白。大嫂的眼泪流得更凶了，她看着我，嘴唇哆嗦着，想说谢谢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大嫂的身子晃了晃，往后一仰，眼看就要摔倒。赵建国眼疾手快，一把扶住了她。二嫂刘爱娣尖叫起来，
三叔赶紧上前抢过她怀里的孩子，怕她被吓着掉在地上。公公站起身，一脚踢翻了面前的板凳，声音像炸雷：“你说什么？”婆婆的嘴张了张，又合上了，脸上的表情像是说错了话，想收回去，可话已经说出口，收不回来了。我看着她，心里忽然明白了什么。前世大嫂那个孩子生下来没多久就死了，村里人都说是早产体弱，没养住。可此刻，我忽然觉得那孩子的死也许不是意外。娘，我的声音很低，但每个字都像针一样扎进在场每个人的耳朵里。您是想说这个孩子不能留，还是想说这个孩子不是大哥的？婆婆的脸一下子白了，比大嫂的还白，她的嘴唇哆嗦着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像见了鬼一样看着我。大嫂的身子晃了晃，赵建国扶着她，声音很低：“弟妹，你说什么？”我没看她，眼睛一直盯着婆婆。娘，大嫂怀孩子的时候，大哥在镇上赌钱，2个月没回家，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大哥的？堂屋里安静的落针可闻，大嫂的眼泪滑得流下来，捂着脸，哭得撕心裂肺。二嫂刘爱娣的眼睛亮得像2盏灯，声音里满是掩饰不住的兴奋：“弟妹，你是说大嫂偷人？”我没说，我的声音很平静，我只是在问娘，她为什么说这个孩子不能留？婆婆的身子晃了晃，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脸色白得像纸，她的嘴唇哆嗦了半天，挤出一个几乎听不见的音节：“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”您知道。我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，您一直都知道大哥不能生，对不对？我看着公公的眼睛，心里翻涌着前世那些零碎的记忆。我记得大嫂生孩子那天，婆婆守在产房门口，脸上不是期待，是焦虑。我记得孩子死了之后，婆婆没有哭，反而像是松了一口气。我记得大哥回来之后，打了大嫂一顿，骂她不要脸，然后第2天就跑了，再也没回来。这些事前世我没在意，觉得只是巧合，可此刻他们像拼图一样拼在一起，拼出了一个让我不寒而栗的真相。爹，我说大哥和嫂子结婚5年，大嫂怀过3次孕，前2次都掉了，第3次怀上了，大哥却在镇上赌钱，2个月没回家，您不觉得奇怪吗？公公的脸色越来越白，嘴唇哆嗦着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婆婆忽然站起身，声音尖利得像刀子：“你胡说！建设她好好的，你不能生，是她不想生。”娘，我看着她的眼睛，那您为什么说这个孩子不能留？婆婆的嘴张了张，又合上了，脸上的表情像被人掐住了脖子。大嫂的哭声越来越大，整个人瘫在地上，捂着肚子，脸色白得像纸。赵建国蹲下来扶着她，声音很低：“大嫂，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的？”大嫂抬起头，满脸都是泪，嘴唇哆嗦了半天，挤出一句话：“是村东头李木匠的。”堂屋里炸开了锅，二嫂刘爱娣尖叫起来，三叔抱着孩子往后退了2步，公公一脚踢翻了面前的桌子，碗碟碎了一地。婆婆扑上去抓住大嫂的头发，声音尖得像刀子：“你这个贱人，你偷人，你对不起建设！”大嫂被他扯得东倒西歪，肚子撞在桌角上，发出一声闷响，她的脸一下子变得惨白，额头上冒出细密的汗珠，嘴唇哆嗦着，发出一个几乎听不见的音节：“疼，我肚子疼。”大嫂被抬进了里屋，接生婆刘婶又被火急火燎地喊来，这一次她的脸色比上次难看多了。进了屋没一会儿就出来，声音很低：“孩子保不住了，大人也危险。”婆婆愣在原地，脸上的表情说不清是高兴还是害怕。二嫂刘爱娣抱着孩子躲在三叔身后，脸色煞白。公公蹲在院子里，烟一根接一根的抽，烟雾笼罩着他整个人，像一座快要喷发的火山。赵建国站在走廊上，手攥成了拳头，指节捏得发白。我走过去，站在他身边，没有说话。你知道吗？他的声音很低，像是在自言自语。大哥小时候发过一次高烧，烧坏了身子，娘带他去镇上看了大夫，大夫说以后可能不能生了。我转头看着他，他的侧脸在夕阳下显得很硬朗，眼角有一道很深的皱纹，前世这个时候还没有的。娘不让说，怕大哥娶不上媳妇。他的声音越来越低。后来大哥娶了大嫂，前2次怀孕都掉了，娘说是大嫂身体不好，可我知道那是大哥的问题。那你为什么不说？我的声音很平静。他沉默了很久，最后说了一个字：怕。里屋传来大嫂撕心裂肺的哭声，那声音像刀子一样扎进每个人的心里。婆婆站在门口，手扶着门框，身子在发抖。我不知道她是在害怕还是在后悔。刘婶从里屋出来，手上全是血，声音很急：大人保住了，但以后不能再怀孩子了。
婆婆的身子晃了晃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脸色白得像纸。夕阳把整个院子染成了暗红色，像泼了一层血。大嫂的声音从里屋传出来，断断续续的，像是在哭，又像是在笑。您不是一直想要个孙子吗？您不是一直嫌我生不出儿子吗？现在好了，这个孩子没了，您满意了吗？婆婆坐在地上，脸色白得像纸，嘴唇哆嗦着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二嫂刘爱娣抱着孩子，躲得远远的，脸上的表情像在看一场与自己无关的戏。公公把烟掐灭，站起身，走到婆婆面前，声音很低，但每个字都像锤子一样砸下来。你满意了吗？婆婆的眼泪滑得流下来，哭得撕心裂肺。我没想这样，你只是什么？公公的声音越来越大，你只是想让这个孩子死，对不对？你以为我不知道建设不能生，你怕这个孩子生下来丢赵家的脸，对不对？婆婆捂着脸，哭声从嚎啕变成了抽泣，又从抽泣变成了呜咽。我看着这一幕，心里忽然觉得很累。前世的恩怨，前世的纠葛，在这一刻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。重要的是，一个无辜的孩子没了，一个女人失去了做母亲的机会，一个家庭彻底散了。赵建国站在我身边，手从裤兜里抽出来，攥成了拳头，又松开，又攥紧。我看了他一眼，他的眼眶红了，但没有哭。爹，我开口了，声音不大，但很稳。分家的事，今天办了吧？大哥的债，我们家还……大嫂让他回娘家养身子，这个家散了就散了吧。公公看着我，沉默了很久，最后点了点头。分家是在第二天上午办的，村长赵德贵主持，按之前商量好的，水田每人1亩半，旱地每人1亩半，正房归爹娘，偏房3兄弟各1间。大哥的那份用来抵债，他欠的3600块，减去婆婆拿出来的500块，还剩3100，我们家还2100，三叔家还1000。大嫂的那份归他自己，等他养好身子，想去哪就去哪。婆婆坐在椅子上，脸色蜡黄，眼睛红肿，像一晚上没睡。她想说什么，嘴唇动了动，最后什么也没说出来。二嫂刘爱娣抱着孩子，脸上的表情藏不住的得意。三叔站在她旁边，低着头，像锯了嘴的葫芦。公公签完字，把笔一扔，转身进了屋，再也没出来。赵建国签完字，把笔递给我，我接过笔，在纸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李秋月，这是我嫁进赵家之后的名字，前世我叫了30年，这一世也许叫不了多久了。分家单签完，村长赵德贵收好账本，叹了口气，大哥嫂子，这个家算是分了，以后各过各地，有困难互相帮衬着点。说完，他转身走了，头都没回。大嫂收拾好东西，准备回娘家。她的包袱很小，只有几件换洗衣服。我送她到村口，她拉着我的手，眼泪又流下来。弟妹，谢谢你，要不是你，我这条命怕是也没了。大嫂，我说回去好好养身子，以后的事以后再说。她点了点头，转身走了。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，像一个踉踉跄跄的魂。赵建国站在我身后，声音很低，回去吧。我没回头，看着大嫂的背影消失在村道的尽头，轻声说，建国，如果我说我想走，你会拦我吗？我站在村口，看着赵建国，他的脸上有疲惫，有无奈，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温柔。为什么？我问。因为你不属于这里。他的声音很低，从你那天说出那些话开始，我就知道你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李秋月了。我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，但我知道你值得更好的日子。我的眼眶有点热，但没有哭，前世的眼泪早就流干了。这一世我不会再为任何人掉一滴眼泪。那你呢？我问。你怎么办？他笑了笑，那笑容里有苦涩，有释然，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坚定。我留下来把债还清，等还清了，也许我也会走。我没有说话，转身往回走。他跟在我身后，脚步声很轻，像是怕惊扰了什么。路过村口的老槐树时，我看见树下的石头上坐着一个人，是婆婆。她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的，一个人坐在那里，看着夕阳发呆。她看见我们，嘴唇动了动，想说什么，最后什么也没说出来。我从他身边走过，没有停。赵建国从我身后走过，也没有停。夕阳把整个村子染成了暗红色，像一场永远不会醒来的梦。回到家里，我开始收拾东西。我的包袱也很小，只有几件换洗衣服和那本我偷偷藏了3年的语文课本。赵建国站在门口，看着我收拾，没有说话。我把包袱打好，背在肩上，走到门口，停下来，没有回头。建国，那2100块的债，我会每个月寄钱回来。不用。他的声音很低，我自己能还。我沉默了一会儿，推开门走了出去。
院子里夕阳正好，晚霞把天空染成了橘红色，像一团燃烧的火。我抬起头，看着那片晚霞，深吸一口气，迈出了第一步。身后赵建国的声音传来，很轻，像是怕惊扰了什么。路上小心。我没有回头，继续往前走。晚霞渐渐褪去，夜幕慢慢降临。我走在村道上，脚步越来越轻，越来越快。前方是未知的路，身后是回不去的家。但我相信，这一次我不会再重蹈覆辙。